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号乘专机抵达利雅得，应沙特阿拉伯王国国王萨勒曼邀请，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沙特以最高礼遇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当地时间8号，习近平出席了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代表国王萨勒曼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与穆罕默德举行大范围会谈。这次外交行动是习近平主席继2016年之后，时隔6年再次访问沙特，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阿之间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外交行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进入沙特领空后，沙特空军4架战机升空护航。专机进入利雅得上空后，6架沙特之鹰礼宾护卫机随行伴飞。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时，受到沙方隆重热烈欢迎。机场鸣放21响礼炮，礼宾护卫机在空中拉出象征中国国旗的红黄2色彩带，礼宾分列子弟台两侧，中沙两国国旗迎风飘扬。沙特利雅得省省长费萨尔亲王、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中国事务大臣鲁梅延等王室重要成员和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沙特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访问期间，我将同萨勒曼国王和穆罕默德王储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规划中沙关系发展方向，期待同阿拉伯国家和海合会国家领导人一道，推动中阿、中海关系迈上新台阶。沙特媒体将此次中沙、中海、中阿领导人会议合称为3环峰会，这是新征程元首外交重大行动，是新中国中东外交重大创举。其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是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目前阿拉伯地区拥有中国高度密集的战略伙伴关系集群，中阿建立了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在双边层面建立12对战略性质的伙伴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峰会最早由沙特提议。去年3月，第155届阿盟外长理事会会议通过了加强对华关系的决议，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欢迎由沙特主办首届中阿峰会。中方很快给出了积极回应，愿筹备好峰会。据当地媒体报道，至少有14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将出席首届中阿峰会。中阿友好是峰会召开的民意基础。根据普林斯顿大学阿拉伯晴雨表研究计划今年7月发布的调查报告，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在阿拉伯世界最受欢迎的国家。外界认为，此次峰会的召开将进一步巩固中阿传统友好，凝聚双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全球治理、发展与安全、文明对话等重大问题上的共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使这个中阿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跨上了一个新的历史平台，那么使中国的发展与阿拉伯世界的发展更紧密的融合在一起。与中阿峰会背靠背，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也将举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是海湾地区最主要的政治经济组织，成员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6国。海合会6国能源富集，石油、天然气储量分别占全球的30%、20%。中国长期保持海合会第1大贸易伙伴地位，去年中海贸易额逆势增长44%。2021年，中国前10大石油进口来源国中，海合会国家占据4席。不久前，卡塔尔刚刚宣布与中国达成一项为期27年的液化天然气长期购销协议，是有史以来最长的合同期限。
今年以来，中海互动频繁。10年初，海合会秘书长纳伊夫访华，并与中方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表示愿尽快建立中海战略伙伴关系，尽快完成中海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建立中海自由贸易区。二是在下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国外长与海合会国家外长集体会见，再次表示尽早就中海自贸协定达成一致。分析认为，该协定一旦达成，将为双方经贸合作创造更加稳定有利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在能源合作方面，一边是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一边是世界油库，在全球能源安全危机下，双方合作的稳定性将进一步加强。阿拉伯国家它需要把石油卖出去变成钱，我们呢需要把石油买过来，然后呢服务于我们的经济，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战略上的互相需求的这样一个关系。它是战略性的，就是石油天然气的提供者，我们是战略买家。我们这种合作是长期的，长期它就有稳定性，它就放心了，他就不担心呢国际这个石油市场的供求关系有剧烈的变化。这是压舱石。此行，习近平还将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演变，中沙关系战略性、全局性更加凸显。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了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而阿拉伯国家则是中国最大原油进口来源地。在中国的能源进口中，沙特常年位列第一，占进口总量的1/6以上。除了能源合作，中阿合作还正在扩展到包括新能源等高新技术合作等诸多领域。近年来，美国与以沙特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美国在与以色列关系、石油增产、与沙特王储局域、当地社会制度与风俗等多个问题上频频发难。有外媒分析说，一旦改用人民币计价，将会削弱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主地位，还可能在中东国家起到示范作用。实际上，当年石油以美元计价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是石油的最大买家，而中东产油国是最大的卖家。而现在，随着美国已经逐步变为石油出口国，从中东产油国的大客户变成竞争者。有观察认为，石油美元具有较强惯性，但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和人民币原油期货上线，与阿拉伯产油国本币互换和人民币跨境支付不断扩展，以人民币计价将逐步发展为一种趋势。韩国环球财经称，目前全球约80%的石油销售以美元进行交易，如果沙特每天允许以人民币支付出口至中国的原油，石油人民币的使用将大幅增加，美元的地位可能会动摇。报道称，中国是沙特最大贸易伙伴，2021年中沙贸易额为412.8亿美元，是美沙贸易额160.9亿美元的2倍多。中国还是沙特石油出口的最大客户，对华原油出口占沙特去年原油出口的27%。此外，中国拥有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领域的尖端技术，使其成为美国以外最适合中东国家摆脱单纯依赖石油经济结构的合作伙伴，这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担忧。我认为石油用人民币来计价，它完全存在这个可能，而且呢会慢慢的扩大它的规模。当然这需要时间。以沙特这些国家的出产的石油进入这个国际交易市场，它的这个石油美元的这个特征呢还会长时期的保存。但是呢，在同中国我们进行开展这个石油天然气领域合作当中，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呢，慢慢规模会扩大。实际上，西方媒体一边羡慕中阿关系的热络，一边酸溜溜的炒作所谓中阿走近是因为钻了美阿关系变冷的空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习近平此次访问正值美国同沙特关系处于紧张之际。就在5个月前，全球能源危机升级之际，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沙特，要求增加原油产量，但沙特反而决定从11月起减产石油。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盟友指责华盛顿没有兑现其对该地区的安全承诺，
诺，而中国一直在巩固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对此，就有阿联酋学者表示，西方那些企图将中国威胁论延续至阿拉伯世界的人并未得逞。他说，阿拉伯人有自主权，可以根据国家和地区利益决定与其他国家建立怎样的关系。阿拉伯人不需要外国人告诉他们如何看待中国。他一是损害人家的利益，第二是对人家沙特有盘剥行为，第三还挫伤人家的自尊心，同时呢还要在什么这个民主啊、人权等领域对人家进行指责。那拜登不是把人家沙特说成是什么贱民国家吗？那你说人家对这美国这种做法能满意吗？相关话题来连线推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开启对沙特国事访问，并将连轴出席首届中阿及中国海合会2场峰会，您对此有何前瞻？好的，主持人，这是年终岁末啊，国际外交舞台的大件事儿，是中国全方位大国外交的大手笔，更是呢阿拉伯世界外交舞台的头号盛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与深远影响。昨天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记者就中阿峰会相关提问时啊，强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面向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外交行动，将成为中阿关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我注意到外交部发言人的这一概括呢，昨天啊直接被英国路透社用进了标题，称之是 epoch-making visit， 是划时代的访问。那么中国元首在沙特利雅得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开宗明义强调，这是一次传承之旅，更是一次开创之旅，阐明访问的目的是发扬光大中阿、中海、中沙传统友好关系，开启中国同阿拉伯世界、海湾阿拉伯国家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新时代。中国元首也在重磅署名文章中指出，中方将会不断扩大粮食、能源、投融资、医疗等等领域的合作。沙特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媒体此前也已经广泛爆料，此访期间呢，有望签署总额不下300亿美元，折合超过2000亿人民币的一系列的大单。所以英国民刊《经济学人》今天在题为 The Gulf Looks to China， 也就是海湾国家看向中国的这个要闻评论中，也强调能源与资金将是这2场峰会的聚焦点。我个人认为，随着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全方位合作的持续的拓展，尤其在原油以及双向投资领域，那么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步伐有望进一步的提速，甚至呢，已经有专家在预期原油人民币的兴起。也就是说，中国在与包括第一大原油供应国沙特在内的阿拉伯世界进行原油交易时，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它的比重将会持续的上升。此外呢，中国元首上月在曼谷出席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宣布，明年中方将会考虑举办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那么，鉴于目前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阿拉伯国家超过20个，相信很多国家这次呢也会受到中方的这个参会的邀请。我想这也预示着明年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中国主场外交将会格外精彩热闹。2场峰会连轴举行，也让沙特置于全球聚光灯下。有外媒称，沙特将以此为契机，寻求在中东世界的领导力。您对此如何看？无疑沙特在年终岁尾迎来了自己的外交高光时刻。2场连轴峰会的举办，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国事访问，对于沙特当然呢是强有力的外交加持。沙特作为中东地区大国，也是海合会的头号大国，海合会秘书处就设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所以作为里程碑事件的中阿以及中国海合会峰会选在沙特来破天荒开局，其实呢也是水到渠成的选择。我注意到之前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沙特，也曾经在沙特海滨城市吉达召开了所谓中东安全与发展峰会，但是呢那场峰会包括拜登7月间的对沙特的访问行程被普遍公认是空手而归，成果有限。因为呢，拜登此访的主要目的是所谓讨油之旅，是希望沙特作为欧佩克的第一大国，能够带头增产原油，帮助美国平抑通胀的压力，来缓解全球，尤其是欧洲的能源危机。但是呢，拜登在利雅得碰了一鼻子灰。同样呢，沙特方面实际上也是一肚子火。拜登访问沙特，在美国国内舆论场上竟然是一片嘘声，美国总统是不是该访问中东大国沙特，都成了一个争议的问题。
当然了，拜登本人之前就曾经为这场争议推波助澜，他曾公开指责沙特是所谓贱民国家。沙特王储这个萨勒曼，他毕竟年轻气盛，3月在接受美国大西洋月刊专访时他毫不掩饰对美国动辄向沙特挥舞人权大棒的这种反感。他直接回怼美国总统，强调并不在乎拜登对自己的误会与误解，那么美国总统更应该关注美国利益。拜登访问沙特被媒体戏称是讨油之旅，他是带着任务来的，但是呢，美方还是一副颐指气使、居高临下的架势，难怪沙特王储不买账，也难怪那场以安全与发展为名的峰会闹哄哄收场。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背景，路透社周日发自利雅得的电稿就特别强调说，沙特王储萨勒曼接待中国元首正处在美沙关系的一个微妙时刻，这呢也彰显沙特敢于无视西方盟国的意志，致力在全球秩序中寻找新的平衡点。那么对这样一种寻找新平衡的自主外交作为，西方媒体就炒作为沙特雄心。但是呢，在我看来，其实西方媒体更应该探究的，同样是开峰会，为什么中美在阿拉伯世界的反响会形成如此强烈的预期差？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当地时间6号，美方宣布新一轮对台军售，价值超4亿美元，这也是拜登上任以来第7次，今年第6度对台军售。民进党当局立即表示感谢，声称美方此举再次以实际行动落实对台所谓安全承诺。不过，岛内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又来收保护费了。美国国防安全局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台军出售总额超4亿美元的飞机标准零部件和有关设备，共2笔军售。五角大楼声明说，这些零部件将支持台湾的 F-16战斗机、经国号战机、C-130运输机使用，以协助加强台湾战备能力。目前，该案已进行知会国会程序，有望在1个月后正式生效。这个台湾呢，向来就是说对他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最好的买家，因为呢价钱再高那个东西再烂台湾都会买。台湾呢在蔡当局他本身就说他这个以美的谋独，他也知道买这些武器呢对台湾来讲呢也是心理作用，这在实际上也没有多大作用。对于美国政府宣布新一轮对台军售，台防务部门表示感谢，称美方此举是基于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有助提升台湾所谓自我防卫能力。蔡英文办公室同样连声道谢，复读机一样的声称，美方此举再次以实际行动落实对台所谓安全承诺。但有岛内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又来向民进党和蔡英文收保护费了。针对美方宣布新一轮对台军售，外交部发言人在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美国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损害台海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切实将美国领导人做出的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因素，停止搞以台制华，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8号就美对台军售答记者问。谭克飞表示，美方此举公然置中方严正立场于不顾，再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损害中美2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谭克飞指出，近年来美方在台湾问题上一边向中方做出严肃承诺，一边却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持续对台军售，推动出台涉台消极法案，派遣高官赴台活动，进一步加剧台海紧张局势。美方言犹在耳，却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做法充分暴露出其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面目，严重损害其政治信用和国际信誉。
谭克飞强调，我们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倘若一再食言背信、执意妄为、纵容支持台独，势必加剧台海紧张局势，最终必将引火烧身。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这个统一的决心、统一的意义、统一的能力、统一是必须的，而且是一定能做到的，这个已经很明确啊。包括在这次20大呢啊，更是很明确的指明，对台湾原则上是和平统一，但是呢不放弃使用武力。值得注意的是，据路透社和彭博社的报道，美国国会本月预计将通过一项立法，授权美国政府大幅扩大对台军售，以及限制美国关键设施使用中国制半导体。报道称，这项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向台湾出售高达100亿美元的武器，以强化美台关系。法案也提到，美国政府将设立一个新外国军事融资贷款担保机构，以快速跟进台湾的武器采购，同时成立一个新的培训计划，以提高台湾的防御能力。国防授权法案所包含的台湾增强韧性法案还列明，若美国国务卿核实台湾增加自身防卫预算，法案将授权美国政府从2023年至2027年期间，每年提供台湾高达20亿美元的军援。据报道，新泽西民主党参议员、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嫩德斯和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格雷厄姆是这项法案的发起人。报道还提及，在拜登政府的游说之下，这项法案删除了一些更具刺激性的措辞，包括先前提议赋予台湾所谓非主要北约盟友的地位，以及大陆对台湾所谓重大侵略升级情况下的制裁。9合1选举，民进党大败，蔡英文辞去民进党党主席。尽管民进党内各派系对民进党内领导人职位跃跃欲试，但在民进党主席补选的热门人选现任桃园市长郑文灿深陷论文抄袭门漩涡后，蔡英文副手赖清德被普遍认为是最热门人选。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张敦涵8号证实，赖清德决定参选民进党主席，并已致电蔡英文告知其决定。蔡英文表达祝福，而郑文灿则回应称，自己不会参加民进党主席选举，会全力协助赖清德。对此，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林嘉欣表示，希望民进党主席补选相关选举事务顺利完成，也期待执政党真正面对9合1选举结果谦卑反省，政党间能良性竞争，用具体行动回应台湾民意期待。蔡英文可以就说声望是跌落到谷底啊，因为这一次9合1选举有些人选他完全没有经过这个党员反应、党员投票，就自己的而且呢自己强硬决定人选，然后自以为聪明的决定选举战略，所以到这个时候整个选败呢，那在这个时候相对之下是赖清德可以讲说是绿营以及绿营支持者的众望所归的一个人。那蔡英文是最不喜欢赖清德出来，那么蔡英文他当时一直就有力要栽培就说那个郑文灿，但是郑文灿呢却因为这个学历事件可以说现在等于就是很难有作用了。那么赖清德要登记的话，那当然第一个他是要登记，那他是真的登记，还是就是说以进为退？就是说你蔡英文不想提名我，但是我也不希望你蔡英文呢就用你自己的一个人马。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国民党台北市民意代表补选参选人王宏威涉嫌遭到蔡姓黑道男子恐吓一事，您作何解读？其实过去几十年来，国民党与民进党围绕着究竟谁才是黑帮政治这个话题，一直在相互攻击，打乌贼阵术。民进党指责国民党是台湾黑帮政治的开山鼻祖，国民党则指责民进党已经完全被黑化了，变成了黑金政治与黑帮政治。为此在这次9合1选举前后，两党还将双方的政治博弈延伸到了法律层面。民进党也提出要修改岛内的选罢法，在其中明确加入公制排黑条款，也就是要禁止所有的涉黑人员担任公职。而国民党则以民进党在歧视那些改过自新的人而加以抵制。因此在选举前后相互抹黑对方，已经成为了岛内政治一道独特的风景。
而在这次台北市民意代表补选过程当中，国民党的参选人王鴻薇跟民进党的参选人吴怡农不仅延续了两大政党奉行的抹黑对方战术，甚至是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了，以至于岛内选民都在关心与辨别这两个人谁更黑或者谁不黑，而忽视了两个人的参选政见。在这种情况下，王鴻薇涉嫌遭到蔡姓黑道男子恐吓一案的发生，无疑就坐实了民进党更黑，或者至少是民进党也黑这样一个事实。那您觉得国民党参选人王鴻薇涉嫌遭到蔡姓黑道男子恐吓一案，以及蓝绿双方相互攻击对方为黑帮政治，这背后究竟反映出了什么问题？这背后反映出的实际上是台湾黑道与政治、政府以及政治人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从某种程度上面来说，实际上是水乳交融的。第一个是岛内的黑帮领袖往往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直接跨入政坛。在台湾，由于长期深耕基层、扎根基层，所以黑帮对于地方的影响力比几大政党都要大得多，他们手上掌握的地方选票也比几大政党要多得多。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黑帮势力可以跟地方势力划等号。据警方统计，岛内超过1/3的地方议会议员有黑道背景，同时有这种背景的民意代表也不在少数。第二是黑帮势力可以利用他们手上的金钱，间接控制政治、政府与政治人物，这就是岛内黑金政治的由来，也是国民党在十几年前丢掉政权的重要原因。另外反过来，政治人物也往往会通过控制地下黑帮来控制地方治安、控制地方社会，甚至通过黑帮来拉票、来搞选举。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岛内黑白共治的这么一种奇观。这是不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岛内黑帮的势力非常庞大呢？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又是什么？从全世界范围来讲，台湾的黑社会组织都可以称得上是最为兴旺发达的。我想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呢，主要有这么几个。第一，这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离岛，台湾向来就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朝廷的统治力量在这里基本上是名存实亡。同时，台湾又是一个移民聚居的地方，外来移民如客家帮、福建帮等等，经常在这里争夺地盘。这两种环境都非常有利于黑帮的成长。第二个是现实政治原因造成的。我们知道1949年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政权后，黑帮在大陆是无法生存的，于是纷纷转往台湾。而当时蒋介石为了对台湾实行有效统治，也一度暗中纵容黑帮。同时，由于受228事件影响，台湾省级矛盾日益尖锐化，所谓的外省人在台湾受到排挤，也助长了新型帮派的兴起。由外省青年组成的台湾最大黑帮组织竹联帮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而外省帮派的兴起又进一步激发了本省级角头型的当地黑社会势力的发展。也就是说，政府的管制不力，社会矛盾尖锐，公平正义得不到彰显，这些因素往往是孕育黑帮和地下秩序的温床。那在您看来，民进党企图在岛内的选罢法中明确加入公职排黑条款，最终能够杜绝岛内的黑帮政治吗？我认为民进党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化解来自政敌和选民的压力，在反黑上基本上起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这首先是因为在岛内，黑帮已经与政治人物、企业经营者、慈善家等等形象混为了一谈，人们已经分不清哪是黑、哪是白、哪是红的时候，你怎么扫？这就是养虎为患、积重难缓的后果。那么其次，我们知道，两个拥抱在一起的人是没有办法打架的，两个拳击手只有在保持一定距离之后，保持相对独立性的情况下，才能有效打击对方。而在岛内的政权中，黑道与白道、警与匪不仅仅拥抱在了一起，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像有益的细胞和有害的细菌同时寄居在同一个人的体内一样，已经成为了生命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岛内的白道，也就是行政力量，势必会失去扫黑的意愿跟能力。
所以我觉得岛内要扫除黑恶势力，首先要改变的是秦与匪、白道与黑道水乳交融的政治生态，让秦与匪、白与黑形成势不两立的架势，才会真正收到效果。但是要改变这种生态与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办得到的。这种现象也就给了我们一个教训，那就是黑恶势力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已经侵入到了岛内政权的肢体内。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6号，日本航空自卫队派遣的2架 F-15战机抵达菲律宾北部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共同社报道称，这是2战后日本首次向东盟成员国派遣战机。值得警惕的是，在试探东南亚的同时，日本还将在美国的支持下展开与澳大利亚的军事交流，寻求与北约更深的关系，并在安保文件的修订中加入为所谓台海危机做好防备的内容。2架 F-15战机6号从宫崎县的新田园基地起飞，在克拉克空军基地附近上空由非空军的4架 FA-50战机迎接，进行了编队飞行，随后降落在克拉克空军基地。据共同社报道，此行目的是友好交流。报道还宣称，日本与菲律宾考虑到主张南海权益的中国，强化了防务合作。目前，日本航空自卫队装备有约200架 F-15战机，其中大部分于上世纪80年代初采购，是现役主力战机。今年初，日本计划将其中70架 F-15J 战机进行升级。此前有报道称，改进后的新型 F-15JSF 战机将成为日本超级拦截机，同时可支持挂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AGM-158 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使该战斗机在攻击高价值地下掩体目标时的性能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而剩余的战机则由于太过老旧或成本控制原因而不予升级。据报道，日本此次还派出了空中加油机、运输机和大约60名人员，不实施训练，但会同菲律宾方面进行意见交换等防务交流。这一举动明显具有挑衅性和针对性、冒险性。克拉克空军基地它有美军的保障，所以很有利于日本的话频繁的进入南海地区。它进入南海地区的针对性应该说不言而喻，它具有对中国在南海地区的主权进行挑衅的这样一种性质。在这点上来讲，菲律宾当局对日本的这个举动应该说具有默契的成分。近年来，日菲防务合作出现升温态势。日本为菲律宾制造的一套警戒管制雷达正在组装，预计最快12月能够完成。也有观点认为，日本正计划逐步淘汰 F-15战机，在美国的默许下，日本考虑把 F-15战机送给菲律宾，因此先派2架飞机过去，让菲律宾空军来熟悉战机性能。目前，菲律宾并未允许日本自卫队常驻，而且克拉克空军基地基础设施相对老化，也没有为大量先进战机提供后勤保障的能力。专家认为，后续可以进一步关注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防务合作是否涉及基础设施，比如针对空军基地和机场进行技术改造、完善等，从中可看出日本是否计划在菲律宾进行部署。外界注意到，在日本防务新闻中，2战后首次的字样开始逐渐增多。今年9月28号，3架德国战机抵达日本，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开展为期3天的共同训练。这是2战后双方首次在日本领空举行演习。2021年10月3号，日本海上自卫队2架 F-35B 战斗机从日本最大战舰出云号起降，这是日本自2战后首次从其舰艇上起降固定翼飞机。诸多信号显示，日本自卫队正在加紧军力扩张，而日本自卫队扩张的背后离不开美国的支持。6号，美国和澳大利亚国防与外交高级官员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会谈，同意深化防务关系，包括增加美国在澳大利亚的空中、陆地和海上的部队轮换。美防长声称，中国的崛起和俄乌冲突是美澳加强防务关系的原因所在。两国还同意邀请日本加入在澳大利亚的军力态势计划。此外，本周晚些时候，日澳两国将在东京举行类似的2+2会谈。而据美国国防月刊网站报道，日本还在寻求与北约建立更牢固的关系，这将有利于日本的防务需求和北约在全球安全方面的目标。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此回应称，有关国家之间的合作应当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和一些盟友拉帮结派搞军事联盟，挑动分裂对抗，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不受欢迎也没有市场。另一方面，在美国的怂恿下，日本插手台湾问题的意图日益明显。11月30号，日本自民、公民两党围绕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安保文件的修订工作召开磋商会议。据日经新闻称，日本政府拟在这些文件中加入了为所谓台海危机做好防备的内容。日本政府计划在2024年新设海陆空3自卫队总司令部。新司令部总参谋将能与美国印太军事总司令官沟通，以便牵头商议应对所谓台海危机作战方针。日本政府还计划在2024年3月启动新的防卫机制，让自卫队更容易将民用港口和机场转换为军事用途，尤其是在台湾海峡附近的南西群岛附近的设施。